天气很好。现在我们出发去横滨，坐东海道本线50分钟左右就到了。我先来了横滨的中华街，刚刚直接转了一站电车就过来了。横滨的中华街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也是起源最早的一个中华街。出了地铁站就是横滨的中华街了。那横滨是在1859年的时候开放港口的。上一期视频在小田园的时候我有介绍，当时是美国人率着战舰来了，然后逼迫日本去开放一系列的港口，所以横滨是在日本结束闭关锁国之后开放的第一批的港口。那么在横滨开放港口之后呢，吸引到了大批的中国人来这里经商工作，也就慢慢发展成了当前的这种中华街。现在是过年，所以道路两旁会有一些红灯笼，这个摊位和国内的小摊一样。横滨在1859年开港之后，吸引到了大批的中国人来这里经商工作，那自然而然就带来了美食。那中国人往往一出来，最开始都会比较聚集，慢慢就形成了中华街。当然，横滨的这种中华街啊，其实和世界各地的中华街一样，里面虽然说卖的很多的中华美食和我们听起来一样，但有一些这个细微的差别，它的食物都是融合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这条路叫香港路，这旁边的这些饭店的牌子都是很熟悉啊，湖南菜、四川菜。这边中华街有很多台湾的店，这个中华街规模确实挺大的，我感觉比在纽约的 Chinatown 还要大。这家店叫王府井，不知道为啥，好像每个中华街都有小笼包这个食物，但是是煎的小笼包，是上海的那种拇指生煎吧，应该，我不知道一不一样。小笼包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名的，我看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到上海旅游都会专门去吃小笼包。对面这家小笼包店好火呀，大排长龙。但我看他们拿的其实就是上海生煎。每次逛各个地方的中华街，都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和你文化相近，但是又总是有点距离的感觉。其实华人一直都是满世界跑，然后到一个地方聚集，就形成一种不太一样的文化。我现在在日本的山下公园，这个公园是1920年关东大地震之后，然后当时用很多的沙砾去填海，然后填出来了这么一个公园，周围很漂亮。然后随便吃了点饼干，在这坐一下。我发现我对面有一艘很大的游轮，然后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游轮叫冰川丸号，这个是日本当年2战前的一艘商业游轮，然后经历了2战，现在被改成了一个博物馆。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一会儿我们去游轮里看一下。这个就是横滨港，那边那一片好像叫港未来，听说夜景很漂亮。横滨这边有很多的日本的大企业，很多都把总部迁了过来。横滨这个位置啊，再往南一点有一个城市叫横须贺，横须贺也是一个港口。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叫横须贺美军基地，是美国在日本最大的海军基地，但是不顺路，所以这次就不去看了。其实我这2天也介绍了点东西，其实你们仔细想的话，美国对于近代日本的发展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包括我所说的横滨开港，
日本打开了闭关锁国的状态是被谁打开的？被美国的黑船。黑船就是军舰啊，黑漆漆的。还有我说的对于饮食文化的影响，像拉面的这种在日本的发扬，还有牛舌、牛杂锅，其实都是因为二战之后美国人来了，所以有一些这种饮食的结构被改变了。像韩国的部队锅也是，还有像上海的咖喱鱼丸汤，那咖喱是谁带来的？是当时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如果你再了解更深一点，去看一看日本的经济结构，它很多的金融政策，它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份的，而这背后很多时候都有美国人的影子。那边是个小灯塔。OK， 刚刚买完票进来了，然后它这门票还挺便宜的，300日元。然后有中文的小册子，这上有冰川王号的介绍。它是1920年前后，当时为了与欧美的这种大型的商业船舶竞争，在这背景下建立的。然后经历了2战，被改成了一艘医疗船。经历了3次触雷，被沉没，还挺幸运的，没有被炸沉。然后之后又回归邮轮。然后现在被改成了一座博物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上游轮，我还挺喜欢游轮的，我喜欢看那种游轮电影，就动不动就沉没了，像泰坦尼克号。这边好像是食堂，感觉这艘船当时建造的时候规格还挺高档的，但这食堂好像不太大呀，应该还有别的食堂。这个小楼梯让我想到了泰坦尼克号里他们大厅中央的那个楼梯缩小版。这应该是个休息室。哦，这是阅读室。是社交室，上写的是1930年建造的一艘豪华客船，当时它跑的是日本到西雅图的航线。这边是1等客室，像一个小标间一样，但是没有洗手池，好像没有卫生间吧。这边是1等舱，这个1等舱是单人的，然后中间有个连通门，应该是没有厕所，厕所都是公用的。哦，这个厕所好像是能用吧，还是不能用啊？有点想上厕所。这间客房厉害了，它叫1等特别室，它是有独立卫生间的。这边是2张床，然后应该是连通的。它不是，哦，它是一个客厅。这个应该很贵了，不过在当年能坐船去美国，应该也都是富贵人家。听说横滨的夜景很美，下次应该来住一晚。现在往上走就是船长室和舵手室。其实这个船这么一看也不是很大，中间一个烟囱。这边是操作室。看一下船长室，不能进。这下面是它的放内燃机的地方，动力舱。我来横滨前是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个可以参观的。
完全是因为坐着吃饼干的时候看到有艘船。这300块花得很值啊！以前夏天的时候在这里干活，简直不敢想象，那不得热死！哦，这是放水的地方，水管。这里好矮呀，真是奇怪，为什么只有1等、3等，没看到2等？3等房间，哦，是这种上下铺，是不是跟我大学宿舍一样？但老实讲，我们大学宿舍条件没有这个好，这每个里头还有配套的灯，一张小桌子，8个人一间，所以3等舱是和内燃机是一层的，这是当时的船的模型，看，真的。它这里只有1等和3等之分，没有中间那档。这么一看，这个船确实也是挺大的，内部空间挺多的。这边我们就出去了。我现在从冰川2号出来，然后沿着它这个海边公园走一走。横滨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比较现代化。然后很干净，感觉之后可以来这边住1晚2晚，因为这边离东京很近，离东京新宿坐电车30分钟、40分钟，我觉得差不多。我还没有看，这是一条大头龙，这个头好大。对面我看到一排红房子，好像就是横滨很有名的那个红房子的仓库。其实我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是卖东西的吗？我到了这个红房子，哎，这里人好多呀！这应该是个集市，所以这是一个草莓节。他说进去要门票，不知道哪里搞一张门票，都是卖各种草莓的东西。所以这边是入口，这边进场要500块钱，我就不进去了。我看里面都是卖甜食的。这边刚刚里面转也都是主要是卖东西的，然后卖吃的地方人太多了，我也不是很饿，我就先回横滨站，看看那边有没有吃的，有的话我就吃完再回东京，没有的话我就直接坐电车走了。我在的这一片应该是他们比较繁华的地方，我看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办公大楼之类的。再往前一点，估计就是办公区。这家的黄油饼干听说很好吃，之前在东京没买到。找到一家猪排店，应该是连锁的，当午饭了。猪排就是蘸着酱吃，然后它的菜和米饭是可以无限续的。我点的这个是大份的定时，还好吧，普通炸猪排。吃了个猪排，给我吃困了啊！现在坐车去东京。